我的室友是个擦边女，靠擦边直播养我这个瘫痪闺蜜。男网友纷纷夸她是肉身菩萨，可他们根本不知道，菩萨是不需要肉身的，鬼才需要。哥哥，看看我，宝宝今天好饿。哥哥，我的室友严兰兰正夹着嗓子发出嗲嗲的声音，她一边摇花手，一边冲着镜头抛媚眼。严兰兰网名叫晴天蓝蓝，人设是阳光开朗、心地善良的元气美少女，每天晚上都穿着性感的裙子擦边直播，只为赚钱养我这个瘫痪闺蜜。直播间的男网友纷纷夸她，像我们兰兰宝宝这样心地善良的女人才该娶回家。一个女人最好的嫁妆是善良的心，那些擦边女就知道骗我们钱，只有兰兰辛苦赚钱养自己的闺蜜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肉身菩萨。菩萨，你的领口能不能再开大点，让哥看看你广阔的胸襟？我坐在轮椅上，任由严兰兰妩媚地扭动着腰肢，围着我转圈圈。这时，直播间突然涌出几个不和谐的声音，现在的擦边女真是花样多，这么明显的剧本都看不出来吗？坐个轮椅就是摊子了，当兄弟们傻呢？非亲非故养闺蜜，小仙女人设还挺新颖。严兰兰捏着猫爪，喵呜了几声。哥哥不信我，哥哥坏。她冲着镜头用力挤出了2滴眼泪后，端来了一杯滚烫的开水，手一晃，开水哗啦一下全倒在了我腿上，我的腿瞬间冒起了一阵青烟。严兰兰是我的合租室友，她比我后搬进来，却强占了我的主卧。她说：“你一个摊子，腿都干巴成这样了，住这么宽敞的房间，简直就是浪费。”第二天，严兰兰把我的衣柜也霸占了。她盯着我的腿嘻嘻笑，反正你都摊疤了，这些漂亮衣服穿不上多浪费啊，不如给我这种大美女穿。严兰兰天天用我的化妆品，不要命的往脸上糊，还吃我的保健药，一天3次绝不遗漏。美其名曰好闺蜜就是要互相分享，她霸占我每一样东西都很有道理，反正你一个摊子也用不上。才合租了1个多月，我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她的，甚至为了博眼球，严兰兰还拿我的残疾作秀，打造帮助残疾闺蜜的善良人设，给自己增光添彩。其实她连上个月的房租都没有给我，只要流量下降，她就变着法子折磨我，吸引那些变态。我不敢反抗，因为只要我不听话，严兰兰就会想方设法整我。一开始我不配合直播，她就剥光我的衣服，抓着我的头发，把我拖到厕所，用淋浴喷头对着我全身喷射。我湿漉漉地趴在地上，哭着求了她好久，她才放过我。为了证明我是真的瘫了，双腿毫无知觉，她用刀割，用针扎，把我隐秘的腿根戳得千疮百孔，最后才咧嘴一笑：“哎呦我去，真没感觉啊！”那可有的玩了。果不其然，严兰兰装模作样的尖叫一声后，顺手就把我湿透的裙子掀到了腰上，2条枯柴般的腿瞬间就暴露了。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身体筛糠一样抖了起来。严兰兰立刻嘤嘤地哭了起来：“对不起，芝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坏哥哥，现在你们满意了？芝芝的腿部肌肉因为瘫痪太久，已经完全退化了，只有一层皮包着骨头。她的下半身早就没有任何感觉了。她伸出手指，用力搓着我的伤口，矫情的大叫：“天啊，都烫脱皮了！芝芝，我这就去给你拿药。”严兰兰迈着小碎步拿来了烫伤药，跪在地上，把食指伸进嘴里裹了一圈后，才把药膏挤在指尖，轻轻涂抹在我的伤口处。直播间的男人们瞬间狂欢了，卧槽，真是摊子，就是个死人，给这么烫一下也能从棺材里蹦起来，误会兰兰宝宝了，哥哥该死，哥哥给你刷火箭，哥哥有个地方也有伤口，想兰兰宝宝也这样给我抹一抹。嘻嘻，哟，闺蜜今天穿的小裤裤还挺好看，哥喜欢，真别说，我还没睡过摊子呢，是不是那儿也没感觉啊？哈哈哈哈！直播间的污言秽语压得我抬不起头来，泪水大颗大颗地滴落在腿上，他们毫无知觉，就像2个干瘪的木棍。发现我在哭，严兰兰立刻背对着镜头，凶狠剜了我一眼，小声威胁道：“再哭我弄死你！”突然，直播间涌出了一条怪异的评论：“你们这群老色批就知道看美女，没看出这房子是凶宅啊？”严兰兰一惊，立刻回头看我，我茫然地摇了摇头。严兰兰立刻拍着胸口，娇滴滴道：“哥哥，你别吓我呀，我们2个女孩子胆子小得很呢。”那个网友发了个冷笑的表情，若只是凶宅，八字硬的人住进去也没啥。可是，一连3天了，我都看到你们屋子里有灵体在活动。你们这屋子正北方，一年到头晒不到阳光，这样的宅子一旦成了凶宅，就是凶上加凶。而且有人把这房子做成了阴宅，养着死人，这房子里有鬼。一个绿家中介的网友说：“怪不得这房子看着眼熟，我维护过这凶宅，一进去就冷飕飕的。当时租给几个理发店的小伙子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信邪，结果只住了3天，就吓得屁滚尿流了。说半夜听到有人在衣柜里头哐哐踹。”好像这房主的女儿就是得了抑郁症，在衣柜里头用丝袜吊死的。上吊的鬼最凶了，因为进不了轮回，天天到点就上吊，太惨了。直播间的网友热火朝天地讨论起了凶宅，严兰兰的底裤都跳出来了，也没人刷礼物了。刚下播，他就恶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：“你是不是猪啊？租个凶宅！”我捂着脸，嗫嚅道：“
我不知道啊，当时就觉得这个房子便宜凉快。我突然想起，你上个月房租还没给我呢。严兰兰突然笑了。哎呀，我们不是好闺蜜吗？分什么你我呢？除了我，谁会和一个摊子做朋友啊？我长得这么漂亮，我都没嫌弃你，你还好意思问我要房租？她咧嘴一笑，离开了滤镜的脸白得吓人，大眼睛里还布满了血丝。我准备找个假道士直播抓鬼，这流量不得都选我嘴里。我打了个寒噤，万一真的有鬼怎么办？严兰兰骂我蠢货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鬼的。我小心翼翼地看了她一眼，你确定？突然，客厅传来啪一声闷响，原来是书架上掉下来了一个硬壳笔记本。还没来得及细看，严兰兰就抢走了。她阴恻恻地问我什么东西，我结结巴巴道，好像是一个女孩子的日记本，可能是前房主留下的。严兰兰的眼睛瞬间亮了。第二天晚上，严兰兰又开始了她的表演，而我依旧面无表情地坐在轮椅上当背景板。严兰兰夹着嗓子说，这本日记昨天半夜突然掉在了我脚边，我想一定是日记的主人在祈求我帮他伸张正义，所以今晚晴天兰兰不给哥哥们跳舞了，我要勇敢揭发可恶的校园霸凌。说罢，她清了清嗓子，故作悲伤地念了起来，我的同桌是个特别漂亮的女孩，她偷偷涂口红，染指甲，抽烟，还敢和老师顶嘴。抽屉里的情书一叠又一叠，我真羡慕她呀。我长得丑死，肿泡眼，她鼻子脑门上还有一块胎记，大家都不愿意和我做朋友，但她一点都不嫌弃我，还主动和我说话，我感动的都快哭了。她问我要钱，我就把早饭钱省下来都给她了，可她说不够，还狠狠扇了我2个大巴掌，真疼。我害怕失去这个唯一的朋友，开始偷我爸的钱，我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，给他提包付钱，端茶倒水。他高兴了就冲我笑笑，不高兴了就勾勾手指头，我就必须把脸凑过去，让他用力扇几下消气。他们把我堵在巷子里，用烟头烫我的胳膊，烫出了一个北斗星。他笑得好大声，他把我的头摁在厕所里，说没有镜子总有尿吧，好好照照你自己的鬼样子，别一天到晚跟在我屁股后头，我丢不起那个人。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他，他却一脚踢在我脑门上，我痛得直接晕了过去。他说我丑得让他恶心。爸看到我一身的伤，哭了。他问是谁欺负我，他要去找那个王八蛋，去找老师，找学校要个说法。我说不怪谁，怪我自己长得丑。我病了，医生说我得了抑郁症，建议我退学。我痛恨一切可以把我照出来的东西，我求我爸带我去整容，我丑得自己都受不了了。我爸说等我病好了再去，可是我等不及了。严兰兰整个人都沉浸在了日记中，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里饱含泪水，不知不觉我也听得泪流满面。直播间的哥哥们一边同情着日记本里可怜的丑女孩，一边痛骂该死的霸凌者。渐渐的，严兰兰的声音变了，她仿佛身临其境，真的变成了日记中的丑女孩，声音沙哑而悲痛。老天爷啊，我求求你，如果再投胎，请给我一张她的脸行吗？我想要严兰兰的脸。念出那3个字后，严兰兰呆住了，她擦了擦脸上的泪水，脸上的表情从茫然变成了惊恐。她张着嘴，结结巴巴想要解释些什么，但直播间已经被严兰兰3个字疯狂刷屏了。兰兰什么兰兰？严兰兰，我记得晴天兰兰说过自己的真名就是叫什么严兰兰。卧槽，不会这样巧吧？凶宅里找到的日记本，霸凌者竟然就是主播本人。兄弟们，我就觉得这晴天兰兰咋这么眼熟？你们记得去年爱崂山失踪了一个女主播吗？好像就是这个晴天兰兰，难道她也是鬼？突然，严兰兰的手机闪了一下，自动关机了。我盯着她一动也不动的背影，吓得浑身一抖，推着轮椅就要逃。这时，严兰兰缓缓转过身来，布满红血丝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声音冰凉：“你也觉得我是鬼吗？兰兰，你不会真的死了吧？”我吓得瑟瑟发抖，小心翼翼问她。严兰兰破口大骂：“放你妈的狗屁！你见过鬼擦边的吗？我去年被人忽悠去哀牢山直播，结果被一个傻逼导游带沟里了。那些无良自媒体就瞎说我死了，我被山民救了，养了几天才有力气下山。失踪不等于死了好吗？”我声音颤抖：“兰兰，你真的没有发现自己不对劲吗？”严兰兰缓缓皱起了眉头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小声道：“你还记得之前你大出血被120带走的事吗？”他点点头：“记得呀。说来也怪那个臭男人，我都说了肚子不舒服了，还搞那么用力。但是你也真够没良心的，都不陪我去医院。那时严兰兰好像有性瘾一样，每天晚上都会有不同的男人来找她，天天搞得地动山摇，尖叫连连。但那天严兰兰安静的可怕。我走进去一看，她倒在血泊中，一动也不动。那个大胡子肌肉男早已经跑了。我赶紧拨打120把严兰兰拉走了。可是当晚半夜，严兰兰就脸色惨白的回来了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继续说道：“你回来后，我就觉得你不对劲，你天天都在梦游。”严兰兰瞪大眼睛：“梦游？”我说：“好几次我都听到你在厕所对着镜子自言自语。你说我想要严兰兰的脸，你说话的语气声音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就像刚才直播一样。还有天晚上我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以为闹耗子。
结果我看到你蹲在地上，用手抓碗里的白米饭，碗里还插着一双筷子。我喊你的名字，你抬起头来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你的眼睛里只有眼白，没有瞳仁。我环抱着双臂，冷得直哆嗦。兰兰，你会不会真的已经死了？只有死人吃饭，筷子才会竖着插在碗里。严兰兰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迅速摸向了胸口和脉搏。我啃着手指头，紧张地盯着她。突然，严兰兰一个箭步冲过来，拽着我的头发，把我从轮椅上拽了下来。她狠狠扇了我2耳光，狰狞道：“他妈的，我终于想起你是谁了！”严兰兰盯着我的脑门，咬牙切齿地吼我。我就说，但日记读着读着怎么不对劲？你真歹毒啊！故意在后头加上我的名字，你让我在直播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下不了台。你根本不叫灵芝，你就是那个脸上长胎记的丑八怪周家。别以为你把胎记弄掉了，我就想不起你了。说你装神弄鬼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想报复我是不是？我眼泪汪汪地看着他，无奈地点了点头。严兰兰不屑地切了一声。当年是我年少无知欺负你，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竟然还记仇？你日记里口口声声吵着要去死，不也没死吗？我低着头，沉默不语。严兰兰冷笑道：“你看，就是因为你脾气太古怪了，才没有朋友。这么多年兜兜转转，不也只有我这一个闺蜜吗？全世界除了我，谁还会陪着你？要没有我，你一个摊子，无依无靠的，多可怜啊！周家，你老实告诉我，直播间里说什么凶宅鬼的，也是你找的人吧？”我点了点头。严兰兰如释重负。他拍拍我的脸蛋，语气温柔的让我害怕。周家，我给你道歉行了吧？我以前不懂事，和你闹着玩，闹过分了，你记仇报复我，我也不怪你了。谁叫咱们俩是全世界最好的朋友，最亲的闺蜜呢？是吧？你看啊，你孤苦伶仃一个人无依无靠，我又欠着一屁股网贷，咱们和好吧，趁着这波热度，咱们好好赚一笔。我答应你，赚钱了55分。我看着他那张漂亮的脸，不敢不答应。第二天晚上，道士来了，他看起来40多岁，长得又黑又瘦，不到1.7米的个头。背着一个蛇皮大口袋，肿泡眼，8字眉，笑起来一脸愁苦。道士出示了证件，这是我的道士证，道教协会颁发的，你看看，绝对保真。严兰兰盯着证件，很惊讶。哎，你不是影视城跑龙套的吗？道士换上道袍笑道：“是啊，跑龙套嘛，啥都要演，导游啊，中介啊，道士啊，为了演得好，我把能考的证全考了。”我躲在严兰兰背后，小心翼翼看了他一眼。道士眯了眯眼睛，神色凛然。严兰兰说：“咱们先过一遍流程啊。开播后我会先给起个头，然后介绍你。道长，你姓周是吧？反正一会儿你该喊喊，该打打，越激烈越好。重点就是突出这个凶宅的凶，这个鬼的厉，打个10来分钟，你假装受点伤。最后呢，自然是正义战胜邪恶，一切皆大欢喜。”道士点点头：“我的业务能力，你放心。”严兰兰犹豫片刻，又小声道：“道长，我都没想到你竟然是真的。那万一这房子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也顺便收了呀？”我咬着手指头笑了。原来她不是不怕的。为了洗白昨晚霸凌女的标签，严兰兰特意在衣柜里挑了一条清纯保守的白裙子穿。开播后，她先哭哭啼啼地解释了一通，是嘴瓢才把自己的名字给念出来的。那本霸凌日记根本就不关她的事。为了解开谜团，她今晚专门请了个道士来捉鬼。说完，严兰兰回头给了道士一个眼神。道士迅速拖着罗盘，开始在屋子里走了起来。为了直播效果，严兰兰把灯全关了，只开了手机灯光。直播间里，整个房子黑漆漆的。3双眼睛在黑暗中亮得很诡异。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直播间已经涌进来了6万人。这倒是不简单啊，走的是正儿八经的不刚踏斗，手里的罗盘也是有点年头的，可不是9.9的义乌货。卧槽兄弟们，罗盘的针一直在晃，而且一进那主卧就滋哇乱转。中介那哥们儿昨天不是说那女孩是在衣柜吊死的吗？停了，那倒是停在衣柜前了。救命，我害怕。严兰兰努力挤出笑容，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开始发抖了。因为道士什么都不知道，双脚却精准地停在了主卧的衣柜前。严兰兰的脸吓得更白了，她紧紧贴着我的轮椅，握着手机支架的手已经开始颤抖了。她只得把手机固定在了床头。道士回过头来，声音冷冷道：“是一个17岁的姑娘，上吊死的。”道士突然推开衣柜门，哗啦一声巨响，吓得严兰兰爆发出了鸡鸣般的尖叫。但是黑漆漆的衣柜里，除了密密麻麻的衣服，什么都没有。可道士却用诡异的眼神盯着严兰兰，声音在黑暗中回荡：“那姑娘12点半上吊的，以跪姿自缢，因为窒息的痛苦。”脑袋会不受控制的在衣柜里哐哐乱撞。你说你天天住这屋，旁边就是这个大衣柜，你就没听到点啥？严兰兰咽了一口唾沫，摇了摇头。道士笑了，不得不说，你八字还真挺硬。八字硬的人一般杀气重，你从小到大没少干坏事吧？严兰兰的眼角抽了抽，声音颤抖：“没有，当然没有。”直播间的网友已经开骂了。臭道士，别胡说八道！我们兰兰宝宝是全世界最善良的女孩子，说什么兰兰杀气重，她明明就是甜妹子。这道士估计就是昨天看到中介哥们说的故事，在这儿表演呢。兰兰别怕，哥哥们永远守护你。道士瞥了一眼手机，冷哼一声：“你再不对我说实话，我也就不了你了。”
人的身体和动物一样，能感知到危险，会想逃跑。但你在这凶宅里住了这么久，半点感觉都没有，只能说明你的身体太迟钝，或者被什么东西麻痹了。这种情况一般是鬼找替身了，我们道家称之为夺舍。时间短还好说，若过了749天，阎王爷都救不了你了。你赶紧想想，你在这屋子住了多少天了？严兰兰瞬间哭了出来，好像刚好49天。道长我又不认识他，我们无冤无仇，那个鬼凭啥找我？要找也该找周家，他是二房东，房子是我在他手头租的。严兰兰疯了一样，把我推到了衣柜前，对着衣柜大吼：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找替身直接找他，他租的房子交的房租，我1毛钱都没交过，我都不算租客。我回过头，对着他微微一笑，真不巧，我住到48天的时候，你就把我赶到了刺我。我可没住满49天哦。道长看着他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你看你则干的都是啥事啊？你说你但凡交点租金，那你就是正儿八经合法入住。你1毛钱不交，住鬼的房子，睡鬼的床，他不找你找谁？严兰兰咬着后槽牙，歹毒地盯着我，你自己成了摊子，关我什么事？你竟然专门租了个凶宅整我，周家，你真是个坏东西！严兰兰捏着我的脖子往死里掐，都怪你这个死摊子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严兰兰忘记了，床头的手机还在直播，直播间的几万人全程观赏了她的疯癫与暴力。今天的剧本这么带劲，看严兰兰那个疯批的样子，不太像演的，她真在往死里掐她闺蜜。什么人美心善小太阳，原来房租1毛没给过。我就说嘛，擦边女能有什么好东西？霸凌女实锤了，我被掐得直翻白眼，无助地拍着轮椅喊救命！道士赶紧把严兰兰拉开。严兰兰愤愤地对着我的肚子补上了一脚，她指着我破口大骂：周家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他妈饶不了你！等这事儿完了，我们俩的账慢慢算。她喘着粗气，拉开床头柜，拿出1叠现金丢给道士：道长，只要你能救我，这1万块就是定金。我先去酒店避避，你继续忙活你的，等事情结束了，我再给你2万。说罢，严兰兰就要往外跑，道士一个箭步冲上前，拦住了她的去路。等等，道士拽着严兰兰来到了客厅的书架前。这套房子不仅仅是凶宅，还是阴宅，这鬼是被人故意养着的。不把事情处理好，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那鬼也跟着你。严兰兰彻底懵逼了。那要怎么处理？你倒是快点啊！道士用力推开书架，长叹了一口气：你给他磕个头吧。严兰兰猛地捂住嘴，瘫软在了地上。书架后是一个壁龛，壁龛里供着一个灵位，灵位上摆着一张遗照和一盏长明灯，还倒插着筷子，供了1碗米饭。遗照上黑白的我直勾勾盯着镜头，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迷茫。那是我被关进精神病院时穿着病号服拍的照片。我的轮椅堵住了步步后退的严兰兰，还是很丑是不是？我爸没命的工作就是想给我多挣点钱整容，他以为我只要变漂亮了，我的病就能好了。你看我这张脸花了20多万，也就是个不难看的普通人，原来整容也是需要底子的。爸，早知道就不浪费那个钱了，是吧？道士哈了一口气，用袖子擦了擦遗照上的灰，转过身来冲着我宠溺一笑：不浪费，给咱闺女花再多钱都不浪费。严兰兰看了看遗照，又看了看我，恍然大悟：你们竟然是父女，一个跑龙套的，考了许多证，原来是这样，把你头发留长点，扎个揪揪，你就是那个推我进沟的导游吧？在我直播间蹦跶的什么中介，也是你，今天你还装上道士了？你们这样吓我图什么呀？就图我给你磕个头吗？我坐在轮椅上，啃着指甲，冲他咧嘴笑。我这一笑，彻底把严兰兰惹毛了。她抓着茶几上的水果刀，直接捅进了我的肚子。喜欢装神弄鬼是吧？好老子把你变成真的鬼！他恶狠狠从我肚子里抽出刀子，指着我爸说：老东西，你就看着你女儿死吧！我爸笑了。突然，严兰兰的脸色大变，她手里的刀子竟然没有一点血。她惊恐地回头看着我，我缓缓把手伸进肚子里，扯出了一把稻草，冲着她微微笑。我指着她那张漂亮的脸蛋，尖笑道：严兰兰，我要你的脸！严兰兰突然开始浑身颤抖，最后触电一样倒在了地上。我爸抓着稻草塞进了她的嘴里，几乎同时，我也从轮椅上栽了下来，晕了过去。5年前，我爸把我从精神病院接出来，去整容医院做了整形手术，去胎记、割双眼皮、开眼角、隆鼻。随着外貌的变化，我的病一点点好了起来。可那天晚上，我刷到了严兰兰的视频，视频里的她更美了，而我的脸千刀万剐后还是如此普通。一瞬间，过去所有的噩梦再度淹没了我。只要一闭眼，我就会听到严兰兰在我耳边骂我丑八怪，怎么还不去死？我砸烂了家里所有的镜子，用刀子把自己的脸划得稀巴烂，然后用丝袜吊死在了衣柜中。我死的那天，就是穿着严兰兰身上那条白裙子。我爸翻到了我的日记本，才知道我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霸凌，而我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要严兰兰的脸。于是，我爸完完整整地把我的人皮剥了下来，做成了稻草人，这样我就不会魂飞魄散。我的腿也不是车祸瘫痪的，而是
稻草人根本就不能行走。我的腿里头是2根竹子。我知道严兰兰是个爱贪便宜的人，她一定会霸占我的主卧，吃我的，穿我的，用我的一切，包括骨灰做成的化妆品和保健品。夺舍不仅仅需要7期49天，还需要宿主从内到外被侵蚀。一开始，我爸计划让严兰兰怀孕，他就可以直接把我的魂魄灌入胎儿体内，让我重新出世。可因为严兰兰滥交，子宫受损，胚胎根本活不了。于是，我爸开始不停地变换身份，一点点把严兰兰引入我们的局里。但是，一个毫无畏惧、完全不信鬼神的人是无法夺舍的，所以必须一步步击溃严兰兰强大疯批的内心，让她深信鬼是存在的。我是存在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缓缓睁开双眼，吐出了嘴里的稻草，颤巍巍地喊了一声“爸”。我爸仿佛大梦初醒，猛地搂着我，放声痛哭。我慢慢站了起来。现在我的身材高挑纤细，我的皮肤粉嫩白皙，我的眼睛又大又亮，鼻子又高又挺。从此，我的一切都将是如此完美。我走进卧室，拿起手机，直播间已经有了15万人观看了。我对着镜头挥了挥手，连声音都娇滴滴的。宝宝们，吓到大家了吧？嘻嘻，谢谢今天入镜的道长周鹏老师，他也是我的爸爸。以后兰兰宝贝将会和爸爸一起拍更多有趣的视频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要下播啦，明天晚上准时见哟。爱你们。严兰兰坐在轮椅上，攥着拳头，怒瞪双眼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可是她已经不能说话，也不能动了。我凑到她耳边，小声道：“好闺蜜就是要互相分享哟，这不是你教我的吗？”